您的外挂已到账。喂，谁家系统出厂自带闪光弹啊？瞎了！正统朝副本开启。正统14年，天子朱祁镇御驾亲征贝鲁，明朝50万兵马葬送土木堡，大明江山岌岌可危。任务：拯救大明，奖励长生丹3颗。什么丹不丹的无所谓，主要是我这人见不得大明受委屈，这活本王接了。老12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快跟我走！四哥，手腕要脱臼了！庸医，全都是庸医！咱大孙子要是有事儿，咱让你们全家去御膳房切一辈子洋葱！四哥，你赶紧去投胎啊！到底3个合适啊？大侄子染病垂危了，再晚去一步，父皇那40米长的大拖鞋，咱们全得变成天上的流星啊！给我加点猛料！哼，吕氏这老妖婆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？只要给大侄子朱雄英塞进这颗复活币，宇文那小子的皇冠就得当场碎成渣子。我朱柏的逆天改命之路就从今天开始。皇上孙，他现如今命悬一线，臣等也无能为力了。雄英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咱大孙子不可能就这样没了！你们这些庸医，你们要是治不好雄医的话，咱现在就砍了你们！爷爷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咱的大孙子，你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咱该咋办啊？皇长孙病入骨髓，现在医治的话也为时已晚啊！雄医，难道来晚了吗？爹，你别哭了，也许我有办法。小12，你可不要胡闹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臭小子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要耍咱！你要是骗咱的话，咱砍了你！爹呀，我可是你的儿子啊，您可别吓唬我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了。你说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你这是做什么？母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父皇，麻烦您把雄鹰扶一下。难道就真的没办法了吗？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要保重龙体啊！你是大明的皇上，你绝对不能倒了。都别哭了，雄鹰好像已经没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只用1颗丹药就能够医治好皇长孙。我的天啊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孙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醒了，雄鹰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爹，我感觉很好啊，而且我的病好像也好了。雄毅啊，你感觉现在怎么样了？感觉真的好多了。老12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丹药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你们这些庸医都滚吧，都滚吧！父皇，刚才您还想砍了儿臣呢。刚才咱不是急眼了吗？咱怎么可能舍得砍自己的儿子呢？行吧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仙人，这颗回魂丹就是仙人奖励我的丹药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你没有骗咱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咱的大侄子活不过来啊！难道这世上还真的有仙人？小12，这么大的机缘，你可要把握住了。我也不过是运气好而已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滚吧。那儿臣就先告退了。这个臭小子，咱都有点看不透他了。妹子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我倒是觉得小12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可我总感觉太过于儿戏了，会在梦中遇到仙人也太扯了吧。不管如何，小12救活了咱的大孙子，
也许他真的遇到了神仙。咱的大孙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适的地方？皇爷爷我好多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小十二，咋了，四哥？你刚才在爹那里说的话都是真的？什么真不真的？你就别在这装糊涂了。刚才你在咱爹那里说梦到了神仙，难道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要不然我哪来的这让人起死回生的丹药？这还多亏了那个神仙，我才能救回咱的大侄呢。怎么总感觉这小子在糊弄我？徒弟，我说小十二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四哥，你最近身体可好啊？按理来说，那个朱雄鹰应该死了。娘娘不好了，娘娘，朱雄鹰他没有死，他为什么还活着？朱雄鹰不死，我儿朱允婚就没有机会了。那小子肯定有事瞒着咱。二虎，皇上，去一趟襄王府，把小十二给咱叫过来。襄王殿下，皇上让你现在去一趟奉天殿。看来老爹还是有所怀疑啊。带路吧。朱标，你难道就不怀疑吗？这小十二身上秘密太多了，咱必须得问个清楚。但他毕竟救活了雄鹰，也许他真的遇见过神仙。也许老四知道隐情，那小子可是老四一手带大的。那个谁，去把燕王爷叫过来。我说四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咱爹让我过来的呗。看你这意思，也是咱爹召见你来的。肯定是因为你小子现在藏得太深了，就连我这个一手带大你的哥哥都看不透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行了行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如此拘束了。老四啊，爹啊，您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小十二是你一手带大的，他的事情你难道不知情？爹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要不是今天他把熊爱救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个本事。副本系统的事情肯定是不能说的，但是副本任务必须要和老朱说明白，毕竟我还要带着老爹刷副本呢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我梦到的那个仙人给了我一些能力，能让我知道大明未来发生的事情。你要是敢胡说八道的话，咱可就抽你了！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，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要向你们坦白了。爹啊，咱大明朝快要亡了！小十二，你胡说什么了？咱爹还在这里呢，你可不许乱说。好啊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么你倒是说说，咱大明朝怎么就亡了？正统14年，天子御驾亲征，攻打敌人瓦剌。这位正统皇帝更是以50万大军对抗瓦剌几万大军后惨败，50万明军葬送土木堡。那可是50万大军呐！不但没有打赢敌军几万，而且还全军覆灭了。这也太扯了吧！咱们大明如果真的有50万大军的话，不可能那么弱吧？你们都给咱闭嘴！那你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可以观看大明未来发生的事情，也可以去往正统朝改变那里的命运，但需要在3天之后。如何让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？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未来正统朝发生的事情了。小十二，这回咱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了。这里就是正统朝的画面。这小子就是正统朝的皇帝，一个小小的瓦热，竟敢杀我大明臣子，简直就是我大明朝的耻辱！我看瓦热小丑是没见过什么叫做王者之师，雷霆之怒。老大，这就是你生的后代。就是这个正统皇帝，我看不咋地啊，简直就是个愣头青。你还在幸灾乐祸呢，我的好四哥，过不了多久你就笑不出来了。这个臭小子不会因为这个理由出兵讨伐瓦剌吧？是啊，爹，就是因为他这一次鲁莽行事，导致大明50万大军葬送在瓦剌的手中，不破瓦剌，耻于坐此皇位。难道就没有人阻止吗？整个文武百官都这样干看着，这个小皇帝简直就是在胡闹，打仗岂能儿戏？爹，你也别生气，其实有人阻拦了，但是这位小皇帝他根本不听。哦，不破瓦剌，朕耻于坐此皇位。启禀陛下，
其实可以不打。这个人倒是气度不凡，应该是一位大才。那是当然了，而且土木堡之变后，就是他力挽狂澜，拯救了大明江山。他真的那么优秀吗？是啊，此人叫做于谦，后世之人称他为国士无双。他为大明续命200年，虽然在他续命之后，大明由盛转衰，但是没有他的话，大明提前灭国。好一个国士无双，好一个于谦！这于谦为大明续命了200年，咱大明应该没有亡吧？就算没有灭亡，葬送了50万大军，这和灭亡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刚才在说什么？回皇上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仗没有打的必要。在开皇帝玩笑吗？朕刚才已经说了，这一仗一定要打！瓦剌小丑敢欺负我大明臣子，这一仗要是不打的话，他们会怎么看我们？可这一次是我朝的官员擅自去敌军阵营倒卖军械，违背了大明律法，我朝理亏在前，不能以此出兵。如此说来的话，那个臣子是个贪官污吏，而这个正统皇帝居然为了一个贪污的臣子出兵攻打瓦剌。小12，这个于谦应该没有阻拦成功吧？他没有阻拦成功，要不然的话，也不会葬送50万大军了。我这后代也太坑了！那个臣子真的有倒卖军械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瓦剌人凶狠狡诈，每年欺压我朝臣子，他们无恶不作，还抢夺大明子民的粮食。论理，我朝理亏在先。就算皇上您要破瓦剌部，也不能以此借口出兵，这绝对不妥。骂得好，这个狗皇帝就应该这样跟他骂醒。可是爹啊，这个皇帝并没有被骂醒啊！看看你生的什么玩意儿！出兵需要理由吗？子曰：名不正言不顺，名不正也要打。我朝是王者之师，王者之师，难道是替贼找场子去了不成？这个于谦，他挺刚啊，连皇帝都刚的人，这简直比魏征还要魏征。这个朱祁镇，他是怎么做上皇帝的？这脑子都不带转的吗？倘若这个小子一直在皇宫里当个安分的皇帝，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了吧？是的，但他并没有那么做，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向太宗皇帝学习，做一个有军功的皇帝。太宗皇帝，难不成是彪儿？这些事情都是未来发生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大哥，你可太厉害了，居然可以当上太宗皇帝！难不成您在位的时候也亲自出征打仗了？太宗皇帝是没错，但不是朱，而是你朱棣呀，四哥！其实这个朱祁镇之所以喜欢打仗，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一个太监，他和朱祁镇从小玩到大，而这个太监非常崇拜太宗皇帝，后来就怂恿朱祁镇和他一起出征。这不是闹着玩吗？一个小太监有什么本事？你别告诉我，朱祁镇出征之后，将所有的大权交给了这个太监，所以才导致大明军队覆灭。是啊，所有的大军都葬送在了土木堡，甚至连皇帝被掳走了。这场战争史称土木堡之变。别打了，你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太宗皇帝，你可真了不起，咱真的是看错你了。看看你培养的后人，这是什么德行啊！四哥，你开心吗？这个女人又是谁？她是大明的太后，也被后世称之为一代妖后。那么你倒是说说，
这个女人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事情？这个太后名为孙太后，因为先皇死得早，她已经达到了垂帘听政的程度，而且朱祁镇的所作所为，全都得到了她的默许。一代妖后，好一个一代妖后！孙太后是吧？别让咱知道她家在何方，要不然的话，咱灭她九族！太后，皇上，于谦在外求见，不是让他去烧石灰了吗？他还来这里做什么？行了，让他进来吧，看看他要说什么。遵命。如果这一次皇帝御驾出征的话，你觉得有多大的胜算？太后，如果您真的因为宠爱皇上，就不惜耗费国力发动战争的话，国家会大祸临头的。这个于谦的胆子挺大呀，真是啥话都敢往外说。是啊，他的胆子的确很大，但是他说的也没错，毕竟后来的土木堡之变也验证了他的预测。今日你在朝廷上闹的一切，还有现在说的这些话，不过就是为了博名而已。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太后，你说我于谦是为博名，难道太后您就没有吗？于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后，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就是为了博宠妃一笑。您现在如此溺爱儿子，不觉得似曾相识吗？放肆！现在竟然敢连太后和朕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为了整个天下，还望皇上不要发起战争。哼，如果朕要是告诉你这一仗，朕非打不可呢。如若皇上非要打这一仗，我于谦誓死阻拦。于谦，你狂妄！我要不杀你，这个位置你来坐。太后，您要三思啊，一定要劝说皇上，绝对不能让他出征。于谦啊，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。臣明白了。都是因为你的后代呀！都是因为你的后代！这该死的毒妇！朕要是有一天能去正统朝，一定要收拾他。当然可以了。你能让咱看未来发生的事情，难道也能够前往？现在距离正统朝开启还有3天，3天之后就可以去了。很好，等咱去了正统朝，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。这个孙太后可把我坑惨了，爹啊，你还是别看了吧。这可不行，咱必须要看看这个败家子儿到底败成什么样。你不是说正统朝要3天后才能够去吗？3天够咱了解的了。那不知道爹您还想看什么？你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朱祁镇去打仗，将所有的大权交给着了一个太监掌控。这个太监是谁？这个太监叫王振，从小和舒祁镇一起长大。虽然他只是个太监，却做梦都想当一个有功绩的太监。咱开始的时候可是立了石碑，上面写着太监不得干政。这个该死的朱祁镇，难道那么大的石碑他没有看到不成？您先别生气，看看就知道了。都别愣着了，将这个石碑给拆了！好大的胆儿了！一个小小的阉人，竟然敢拆了咱设下的石碑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也是皇上的意思，这个石碑必须拆掉！都别在那里愣着了，赶紧将这个石碑给拆了！混账东西！混账东西！他怎么敢啊！这个王振的权力很大呀，看来朱祁镇都要听他的。皇上，此举万万不可啊！这可是太祖高皇帝当年设下的石碑，您如果拆了这石碑，那就是大逆不道啊！你们又是什么东西？轮到你们说话吗？朕就要命人拆了这个石碑！你们要是敢多说一句话，朕杀了你们！咱大明朝怎么会有这样昏庸的皇帝？这个王振是他的干爸吗？那么听他的话？耻辱啊！大明朝的耻辱！爹啊，就先别看了吧。这些看的事情，都是按照历史方向发展的吗？爹，你也不要想太多了，先消化消化吧。咱叫你二人来这里，就是想问问，这几天内大明能够调动的军队有多少？回皇上的话，这个时候要是调兵的话，
最多只能调动10万。怎么才只有10万？回皇上的话，的确只能调动那么多，时间太过仓促了。皇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？这一次可出大事了，大明要亡了！啊！皇上，这个玩笑可别乱开啊！咱说的可是真的。咱的那个小12，你们知道吧？他除了会治病救人，还能够观看未来发生的事情。啊！我还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如果真的如同襄王殿下说的那样，我们3天后就可以去那个正统朝了。当然是真的。而且这个后来发生的朝代，也将是大明朝最危急的时候。皇上啊，你这闹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你也相信啊？我父皇说的的确是真的。如果真的如同皇上说的那样，那个朱祁镇也太窝囊了吧！50万大军都能打输？后代不努力呀！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了，这几天你们就开始调兵，然后和咱一起去一趟正统朝。是，我等遵命。3天之后，你就不要过去了，毕竟这里也需要有人镇守。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洪武朝有我看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刚才皇上说的事情，你怎么看？那位襄王殿下，他真的能够去未来吗？这件事不太好说。行了，开始调兵吧。既然皇上说了3天后要去那个所谓的正统朝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在3天内召集10万大军。看来父皇这一次是下了决心了，直接就要调10万大军。我说四哥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这不是3天后就去正统朝了吗？我肯定也是要去的。大哥的后代不争气，我这做弟弟的要为他分忧啊！我说小12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用这个表情看着我？四哥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为啥？这个小12啊，你不用担心你哥哥，我可是跟过徐达大将军出征的。四哥，等你去了正统朝之后，你可就笑不出来了。那行吧，既然四哥你都决定了，我也就不说啥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一次去正统朝打仗，你不用出手，做哥哥的肯定是我护着你。去了之后，我要会一会那个朱祁镇，50万大军都葬送在了土木堡，这小子真是大明朝的耻辱啊！四哥，那你回去准备吧，3天后我们就出发。好嘞，你就尽管放心吧。四哥，这回你可不要怪我了，是你非要去的。爹，徐大将军已经在调兵了。这一次调兵倒是有些匆忙了，毕竟只有3天时间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有徐大将军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哼，那是当然了，至少比你那个后代强上许多吧。我说爹啊，那个朱祁镇虽然有可能是我的后代，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啊。咱还是很想知道大明王朝到底国运多少。拜见皇上，让小12来一趟奉天殿，现在就去。爹啊，您找我啥事儿啊？难道兵都已经调好了？就算军队调好了，还要再等几天啊？咱有那么吓人吗？当然没有了，当然没有了。行了，咱也不逗你了。其实咱就是想问一问，那就是咱的大明国运多少？这个，那我可就说了，您可千万不要生气。废话，咱是那种好生气的人吗？咱就想知道未来的大明是什么样子的。老爹，你什么人？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说爹啊，咱大明朝国运连300年都没有到啊！你再给咱说一遍。爹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咱大明朝的国运总享用国276年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咱的大明怎么连300年都不到？每个王朝都有由盛转衰，所以父皇您也不要太伤心了。咱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大明之所以沦落到由盛转衰，就是因为那个朱祁镇。
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你的后代。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说说吧，咱的大明朝怎么可能只存活276年？那我可就真的说了，咱的大明朝最后被关外人夺了天下。你再给咱说一遍，是什么人攻破了大明？一群关外人夺了大明江山，大明皇室血脉都被那些关外人给屠杀得一干二净。咱一手打造的大明王朝啊，竟然连300年都没有存活。爹，你也别郁闷了，现在我们有机会改变命运。你这话倒是提醒咱了，你有如此神通，应该也可以去明末吧？当然可以去了，但是现在只能去正统朝，而且每个朝代要想去的话，只有等到那个老神仙帮我。那行吧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先去正统朝吧。反正现在有朱斌这个小家伙，大明未来真的能够改变啊！你回去好好休息吧，等去正统朝的那一天，你可不能掉链子。那儿臣就先告退了。爹，你也不要想太多了。唉，还是后代不努力呀，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如此。皇上，10万军马已经调动的差不多了，随时准备出发。这件事你应该没有告诉别人吧？皇上尽管放心，他们只知道我调动军马，并不知道其他的事情。你这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不错，不过眼下也不用瞒着了，毕竟他们也要跟着一起去。如果这一次的土木堡之变要是真的话，有他们一起前往，绝对能够速战速决。你说的不错，有他们在的话，这次去正统朝绝对稳了。他们也许打仗是块好手，但是天下太平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大明的祸害。陛下，这一次您就不用如此担心了。要是真的可以去其他朝代，他们也就有了用武之地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，可以让他们去正统朝镇守，用得着的时候再让他们回来，要是用不着，就让他们就在正统朝待着。通知人吧，让蓝玉进宫面圣，还有耿炳文、傅有德都让他们进来。末将拜见皇上。既然人都已经来齐了，那么咱也就说实话了。你们可知道咱这一次为什么要调兵10万？皇上，这个我们还真的猜不到。这事说来话长。这也太荒唐了吧！咱知道你们不相信，但这的确是真的。而眼下你们要做的事情，就听从天德的命令，等待去往正统朝的时机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咱的儿子小12不可能骗咱的。人都已经齐了吧？人都已经到了，你赶紧带咱们去吧。好说。这叫做穿越门，专门带我们去正统朝的。既然这门已经打开了，咱们也赶紧出发吧。这段时间内，你要在这里监国了。爹，放心吧，孩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行了，出发吧。咱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就是若干年后的京城吧？皇上，这有点不对啊！怎么了？京城应该在南京，现如今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南京啊，有点像北平城。还真是，这是老四旧诞的地方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京城怎么迁都到北平了？我说小12啊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赶紧说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就是那个太宗皇帝迁都北平的，是彪儿。咱明白了，肯定是彪儿迁都北平的。这样也好，当初咱也觉得南京太过于偏僻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迁都。现在倒是好了，彪儿做了咱没有做的事。咱们还是赶紧入城吧。现如今的正统朝已经是危机起伏了，天子已经被掳走了，大明的精英也都葬送在了土木堡。
那个瓦剌的野生是绝对不会停战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是京城重地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！你睁大眼好好看看，连咱都不认识了！太祖高皇帝跟画像上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太祖高皇帝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赶紧开城门！再不开城门的话，咱砍了你们！开！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城门！赶紧和咱说说，这正统朝距离洪武朝有多少年了？还愣着做什么？咱问你们话呢。回太祖高皇帝的话，洪武朝和正统朝加起来总共快60多年了。如此的话，这才100年都不到，大明朝就面临大劫了吗？那么太宗皇帝呢？咱的彪儿，他这个太宗皇帝是大明的第2个皇帝。哦，该来的终究是要来了。太宗皇帝，他不是一文太子朱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太宗皇帝，这次有您在，还有洪武皇帝在，大明朝的危机绝对能解了。啊！你刚才喊老四什么？你可不要胡说！太宗皇帝不是我大哥吗？怎么可能是我？太宗皇帝啊，我喊的就是您啊！您可是大明朝的永乐大帝，我不会记错的。就算有永乐大帝，那也该是彪儿啊！老四，你给咱一个解释，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是不是造你大哥的反了？你是不是杀害秦族了？爹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这是未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哪能知道呀？而且爹，您是了解我的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敢做皇帝呀。你给咱好好的说一说，朱棣以后真的成为大明的皇帝了吗？的确如此，他是大明的永乐皇帝，而且能力很强。好一个永乐皇帝，好一个能力不错！你们别拦着咱！爹啊，这个时候可不是您生气的时候，还是赶紧解决这里的事情吧。再闹下去的话，要是瓦剌人攻来可就麻烦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件事就先这样放着。但是老四，你给咱记住，这件事不说清楚的话，咱绝对不会饶了你的。爹，我们再不赶紧主持大局，恐怕就真的麻烦了。你先起来吧。这个正统皇帝，他的全名叫什么？他的名字叫做朱祁镇。高瞻旗舰右，后在一场游。好啊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好啊，哈哈哈！都别愣着，赶紧去大殿。太好了！太宗皇帝来了，大明朝有救了！苍天有眼啊！苍天有眼啊！苍天有眼啊！太宗皇帝，你可真威风啊！都是因为王震那阉党指挥不当，才葬送了我大明数10万精锐军队，而这个人就是王震的干儿子。够了，都给哀家住手！都这个时候了，内讧还有什么用？眼下这个局面，你们觉得该如何是好？太后，老臣已经派人去接于谦了，也许他能够化解这一次危机。赶紧让他进殿！这个时候你怎么看？太后娘娘，臣有一计，可解当下之围。快说说你的办法。太后娘娘，这一次臣夜观天象，
算到当下，我大明只有南迁才可以避祸事，妖言惑众。倘若天下大事都靠天象的话，那么太祖高皇帝还用打仗吗？等着天下示警了，等着敌人完蛋得了。假如瓦剌人入关的话，10天之内恐怕就能够打到京城了。于大人啊，于大人，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当俘虏吗？京师是国本，一动大事去也。宋朝南迁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？难道我们还要来一场靖康之耻吗？臣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了，主张南迁者可斩。儿臣认为于大人所言极是，京师是国本，只要京师在，那么援兵肯定会到来。倘若我们全部南迁，那么大明朝就真的要完了。说得好，不愧是咱朱家的子孙。太祖高皇帝啊！太宗皇帝，真的是太宗皇帝吗？您还活着？太宗皇帝都在叫着你呢。都闭嘴！我不是什么太宗皇帝，我和我老爹于洪武14年，我们这次是来正统朝拯救大明的。不管如何，太宗皇帝您来了，大明朝就有救了。这里没有什么太宗皇帝，要叫就叫燕王。你给咱滚下来！真的是笑话，无论是太祖高皇帝还是太宗皇帝，他们都已经死那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！敢冒充我大明的皇帝，就算是灭杀你们10族，都算是轻的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在咱面前放肆！你将他拖出去，五马分尸。分尸！你们不能杀我，我是大明朝的进士。你给咱滚过来！你不用跪咱，你还不配。蓝玉，末将在，将这个女人废除太后，打入冷宫。这可是好差事。今日咱废了正统朝的太后，你们可有意见？我等绝无异议。老四啊，儿臣在。你现在可是大明的明太宗，眼下这个局面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爹，您才是大明朝的皇帝，都听您的。皇上，瓦剌使者入了京城，现在已经被耿炳文大将军给控制住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把那个使者带进来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瓦剌使者，你们这样对我，就不怕我们的野先大汗杀了你们的皇上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小12啊，你来说一说。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他是大明的太祖高皇帝。大明立国将近100年，你们这些瓦剌小丑，骑着2匹破马，拿着2把破刀，就要踏入长城，掠夺我大明百姓。就你们这个样子，还想妄图覆灭我大明，那就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大明不和亲，不割地，不赔款，更不会纳贡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岂会向你们这些畜生低头？我告诉你们，退出长城，保尔全尸！这说的太好了，简直大快人心啊！这一次太祖高皇帝更是从洪武朝带来了10万大军，就是为了拯救大明江山。老四啊，爹，
我在呢。现如今，瓦剌人已经攻到城下了，你可是大明的明太宗，这一战就交给你了。徐达、蓝玉听令，这一仗你们听从老四的安排，没有意见吧？臣遵旨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回皇上的话，瓦剌人已经攻打过来了。有什么可慌的？大明军队在此，咱大明的悍将都在这里，就算是慌，也是那些敌人们慌。咱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执掌兵部吧？回太祖皇帝的话，微臣的确是执掌兵部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你倒是觉得是议和好，还是打下去比较好？天下没有议和的兵部，唯有一战。打不赢就想办法打赢。我大明朝岂有贪生怕死之辈？哈哈哈哈！很好，你这话说到咱心里去了。儿臣愿率兵杀敌，绝不含糊。末将徐达亦是如此。老四啊，不管你是怎么做到皇帝的，但眼下你是本朝太宗皇帝，所以这一战你是主帅。徐达、蓝玉他们听你调令，这一仗你能打赢吗？爹，儿臣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很好，那你们就去吧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领命。眼下这个局势，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，会如何？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，那就是于谦站了出来，最终保住了大明。他首先做的就是拥戴朱祁钰为皇帝，然后两人一起镇守北京，成功为大明续命了200年。我有那么厉害吗？这件事当然是真的了。你叫朱祁钰，那么你的爹是？回太祖爷爷的话，我爹是宣德皇帝朱瞻基。从洪武朝到正统朝的史书可还有记载？有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人将这几本史书拿过来，咱要过目。洪武14年，朱雄英病逝；洪武15年，马皇后病逝；洪武25年，太子朱标病逝。这怎么可能？咱的妹子死了，咱的彪儿也死了！该死的老天爷，是在和我朱重八作对吗？放心吧，爹，以后只要有儿子在，这些悲剧都不会再发生了。好儿子，可多亏了你。不会吧？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，你真的会死吗？爹，您说的不错。被我的那个大侄子给逼死的。这不但成为了永乐大帝，而且还封狼居勋了。爹啊，正所谓史书如铁，这些记载千真万确。唉，咱真的是看走眼了。咱家老四的本事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该死的朱允翁，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咱还不如直接传位给老四呢。您这话要是被永乐大帝听到了，绝对会含笑九泉的。因为我四哥这一生兢兢业业，每天都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就是想得到您的认可。明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燕王万岁！各位将士们，如今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击败来犯之敌，告诉他们退出长城，保儿全尸。退出长城，保牢全尸。按理来说，明军的军队都已经葬送土木长了，现在的京城哪还有那么多大军？爹，是不是您想多了？也许他们是在故弄玄虚。带兵打仗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马虎。那么多年了，能够打到此处的也就只有我了。现如今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马虎。怎么可能？那个疯子朱棣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绝对不可能！爹，你
您这是怎么了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出兵踏平京城，我倒要看看现在京城里面还有多少兵力。这个野仙倒是挺聪明的，还知道先派出铁骑试一试京城里军力如何。大将军，现在你是主帅，这一仗我听你的。传本王的命令，弓箭手准备，只要敌人接近，就将他们彻底射杀，一个不留。放箭！这些瓦剌小丑也不过如此。燕王殿下，我可以率兵前往，将他们彻底斩杀。继续用弓箭手守住京城，谁都不许出兵。野仙的主力还没有出击，如果我们贸然出兵的话，那京城就空虚了。那个野仙想让我们开城门迎战，我们就跟他们耗，等到合适的机会，再将他们彻底铲除。怪不得以后您是太宗皇帝，这样的胡话就不要说了。这要是被我爹知道了，我可就惨了。太宗皇帝，打住！你给我打住！你还是叫我燕王吧。在我的心中，你永远是太宗皇帝，永远是永乐皇帝。当年在军营里的时候，就是您一直在提拔我，要不是您的话，也不会有现在的于天。行了，这些话就不要说了，现在还是将这些外敌给击退了再说。这绝对不可能！那个疯子朱棣不可能还活着，本行的人马绝对不可能撤退，一定要将整个京师给吃下！这怎么可能？大明的军队都已经葬送土木堡了，他们不可能还如此顽固。你们这些废物！我瓦剌大军已经损失快超出4万了，我等有罪，我等罪该万死。在洪武年间，我们的大都被他们夺了回去。现如今我们回到了祖辈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好不容易团结起来，准备拿下京城，你们难道就甘心这样无功而返吗？草原的男儿们，该醒醒了，我们该醒醒了，这是我们祖先的心愿，大都是我们的家权，绝对不能让给这些中原人。拿回大都！殿下，这已经是第5次进攻了，我们还是只能守着吗？行了，蓝大将军，你也别气了，待会儿有你冲锋陷阵的时候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是自然，他们现在已经是第5次攻城了，咱们依然守城，通知弓箭手准备，还有大明的火铳、红衣大炮都用上。野仙主力不出来，咱们就不出动。皇帝所言极是，我们城内粮食充足，他们长途跋涉而来，根本耗不过我们。殿下，您这一招好啊！这下那个野仙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殿下就尽管放心吧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，绝对能够将他们耗死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说小12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没啥没啥。对了，咱爹呢？咱爹刚刚看完书，应该马上就过来了。这外面都打成什么样了，爹还有心情看书啊？我说小12，你赶紧告诉我吧，咱爹在看什么书呢？史书。那个啥，小12，你去告诉咱爹，我去打仗啦！你想往哪儿跑？我绝对没有害我大哥，我绝对没有造反。可是你却敢这样做了，你可真有本事，连迁都的事情都想到了，你能耐可大了。咱说的对吧？永乐大帝，这也算是我朱家的名场面了。爹啊，我绝对不敢造反呀！算了，你先起来吧。太宗爷爷，您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啊！原来我造反是因为大侄子朱允文削藩。
永乐大帝，风狼死兄！老四啊，你挺开心呐。我没有。你造反的事情，咱也不说了。咱很清楚，你也是迫不得已。以当年那种情况，你不造反，你一家都会死。但是臭小子，眼下的事情，咱可要给你好好的算一算。爹，疼啊！您掐我做什么？你看看你生的后代，这个朱祁镇做的好事。咱真的是没有想到，这个朱祁镇居然是你的后代。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不知道啊。现在外面的仗打得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儿臣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那个野仙正在攻城呢，他的每一波冲锋都被我击退了。他的主力不出来，我们这边也绝不乱动。不愧是封狼四虚的皇帝啊，咱可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也不能一直这样长久下去，还是要将他们彻底铲灭。爹啊，您别这样看着我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有能力来这个朝代，那咱想问问你这一仗，你觉得怎么打？如今两方正在对峙，要是有一支骑兵趁机偷袭敌军后方，将那野仙给活戳了，那我们的胜算就高了。那咱要是让你率领这一支精兵活戳野仙，你可有把握？爹啊，这可不行，小12没上过战场，这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这小子机灵着呢，他有这个通天的本事，还能带领不了一支精兵。儿臣领命，您给我2000精兵就足够了。接下来就需要四哥主动出击了，只要将野仙给吓退了，让他后线陷入瘫痪，我就能够出手了。那行吧，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信你一次。可惜了，殿下不让出兵，要不然真想血战一场。那个谁啊，这一次来到正统朝，怎么没有见到我蓝玉的后人啊？这个到底咋了？我观察了大半天，都没有看到我的后代呢。我看还是你去问问皇上吧，也许皇上知道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其实也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是很好奇，怎么没在这里看到我蓝玉的后代？先打赢这一仗，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可是现如今这个局势，你只让守不让攻，这也太憋屈了。这次就不一样了，让你率领1万大明军队直奔敌军大营，你可敢去？哈哈哈哈！得嘞，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。这几天可把我给憋坏了。你们都醒一醒，给我看清楚了！只要攻破京城，我们就夺回了属于我们的大都。我就知道他们城内空虚到了极点，现在终于挺不住了。大明的将士们，都给我往前冲！蓝玉不愧是蓝玉，这般战绩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了的。蓝玉打仗还是很有一手的，虽然他的脑子不还行。你说明点儿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蓝月的结局吗？他被诛杀了9族，挫骨扬灰，扒皮食草。这皇上也太狠了吧！爹，您喝一点，休息休息吧。那个小皇帝呢？放心吧，他被看守得很好，不会有人来救他的。爹，我们这一次是不是要输了？只要我们重振旗鼓，一定还能够赢，一定能够赢！传令下去，谁要是敢动摇军心，斩立决！是。弓箭拿来。
大军给我冲！所有人不要乱，千万不要乱！给我老实点！你。出发！你果然没死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他要是活着的话，我们还能打得赢吗？大汗现在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这些人好像很怕你啊！明君威武！明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燕王威武！将士们，和我一起冲，灭了他们！都别愣着了，赶紧救朕！朕是大明朝的皇帝。太宗爷爷，您没死啊！太宗爷爷，您赶紧救我，赶紧救我！我可是您的重孙子。你给我闭嘴！没有你这样的后代！太宗爷爷，您为什么要打我？太宗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这个该死的废物，葬送了50万大军，还被敌人俘虏了。我不打你打谁？这个人该怎么处置？先带回去吧。四哥，我这里也解决好了，这个人也带回去交给父皇吧。您放心吧，这一仗一定会打赢的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这一仗打得怎么样了？敌人彻底歼灭，他们的首领也被我们抓住了。父皇要是想见的话，我们将那个谁带过来。先不急。对了，那个谁呢？带回来了吧？已经回来了。您要见他吗？太祖爷爷，你也没死啊！小伙子，你就是朱祁镇吧？见过太祖爷爷。好孩子，真的是咱的好孩子。来来，到你太祖爷爷这边来。太祖爷爷，太祖爷爷，您为何要打我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还委屈上了！咱辛辛苦苦打的大明江山，不知道付出了多少。你倒好，葬送了大明朝几代人的攒下的家业。你是大明朝的罪人，还有脸活着？看来皇上这一次，他是真的怒了。你说这正统朝为啥没有我蓝玉的后代呢？这件事我是真的想不明白。你不是挺能说吗？你倒是说说，你咋闭嘴了？太祖爷爷，我错了，索儿知道错了。咱可告诉你了，你不但有罪，你还该死！老四啊，儿臣在呢，儿臣在呢！看看你这个后代，咱还以为是老大的后代呢，没有想到他是给你背锅的。咱今天非要好好的抽你几下。爹呀，您就别打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事情都已经改变了，您现在别气了。哼，行啊，看在你的份上，咱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。至于这个朱祁镇，就让他在这里给咱好好的反省反省。哼。
真的是物是人非。这不是真的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！我怎么可能被扒了皮，而且还死那么惨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大惊小怪？这是洪武朝的史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所以蓝玉案，那是早晚的事情。太子殿下早逝，皇上要立朱允文做皇帝，你留着的话就是祸害，绝对是不能留着你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该怎么办？你也不要想太多了，毕竟现在还没有发生，以后多注意一下，就不会死那么惨了。我等拜见洪武皇帝，拜见永乐皇帝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锦衣卫何在？拜见洪武皇帝。将王振的同伙、皇宫里的太监都拉出来，夷三族。这位太祖爷爷太可怕了，动不动就杀人啊！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！洪武皇帝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咱虽然是从洪武朝过来的，但是这正统朝也是咱大明的天下。今后，谁要是再敢有所不轨的举动，休怪咱大开杀戒！臣等不敢。小子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个时候的大明宦官作乱，有的大臣就是挑衅皇权底线，你要给咱牢牢的记住。有些人该杀的时候绝对不能手软。咱跟你说的话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知道了。臣在。那个谁呢？人在哪里？回皇上话，他现如今关在诏狱里。传令下去，将那个人的脑袋砍下来，挂在城墙上，让天下人看看，咱们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瓦剌就敢染指的。末将领旨。虽然有的人该杀，但是也有人该赏赐了。朱祁钰，孙儿朱祁钰见过太祖爷爷。大明正统朝不能群龙无首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明的皇帝。太祖爷爷，这恐怕不妥吧？你过来。哈哈哈哈！不错，非常的不错。上天之子，承天道而育万方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明的皇帝，年号景泰。大明天子之位已定，天下可安。景泰皇帝万岁！于谦拜见景泰皇帝。我等拜见景泰皇帝。都在喊你呢，不表个态吗？你们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内阁首辅也由咱一起决定了吧？于谦啊，从今日起你就是内阁首辅。啥？我于谦何德何能够成为内阁首辅？咱说你有这个资格，你就有这个资格。传咱的旨意，从即日起，于谦为内阁首辅。我等遵命。任务完成了，应该有丹药啊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完成正统朝的任务，奖励长生丹3颗。看来这长生丹果然是罕见玩意儿。好舒服的感觉。这丹药不但能够长生不死，还能够美颜呢。小十二，小十二，我可跟你说，这……我说四哥，你这是什么眼神啊？我脸上难道有虫子不成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只是觉得小十二你好像变了。那是因为我在修炼梦中仙人教的仙法才有所变化的。真的假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行了，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出了。你现在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了。你拉着我干啥？去大殿啊，咱爹找你呢，说有什么事情。行，那我们赶紧过去吧。咱这一次找你来，就是想问一问关于正统朝的事情。现在正统朝的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咱就是想知道，
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，于谦和朱祁钰他们是如何打赢这一仗的？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，那倒是好说了。见过洪武皇帝、景泰皇帝，还有于谦大人在外求见。他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咱正想看看他们的高光时刻呢，让他们都进来吧。是。拜见太祖爷爷，拜见洪武大帝。你们2个人来这里是为了啥事儿啊？回太祖爷爷的话，孙儿是来请命的。孙儿觉得自己无法胜任皇帝之职。哼哼，你是想说你也当不了内阁首辅是吧？那你倒是说说，除了你之外，谁又能够担任内阁首辅呢？说呀！回皇帝的话，臣觉得杨士奇杨大人是有能力胜任的。你说的话都说完了？可是，在咱的心中，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还有你这小子，你做大明的皇帝，咱也很放心。你们不是很好奇，咱为何要让你们坐这个位置吗？因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，你们的成就可不低。你们是大明的功臣。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，那么我就让你们看看原本的历史吧。襄王殿下，您真的有这个本事？当然，我不但拥有这个本事，而且我还能看到你是怎么死的呢。行了，这话就别说了，赶紧让咱看看北京保卫战吧。